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宝贝，每个女人都有她们梦想中的婚纱，这间店款式很多，你一定会很喜欢的。你会不会太心急了？成绩都还没有出来哎。成绩明天就公布啦，提早一天有什么问题啊？如果啊，我只是说如果你没有得奖怎么办？宝贝，你是觉得我没有设计天分？当然不是。那就不要问不可能发生的事啊！这一次我绝不会空手而归。可是你知道凡事都有可能会发生，对吗？我只是担心你希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。万一你没有万一，也没有万二万三万四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东西可以打败爱情的。我是抱着要跟你结婚的必胜信念去参加比赛的。可是你知道有很多参赛者哈，很多嘞。可是他们得奖的信念没有那么神圣啊，而且我又不一定要拿到 No.1， 反正我都叫 No.1 了，第2名、第3名也可以。如果真的没有拿到奖，那就真的是见鬼了。宝贝，你就好好的享受这个准备婚礼的过程，别想那么多。OK。宝贝，怎么样？成绩出来了吗？还没。很快就会收到 email 的。宝贝啊，宝贝，你肚子是不是不舒服啊？为什么脸色那么差？对吗？哎，出来来。来了。见鬼了！冷静，冷静。怎么可能连安慰奖都没有啊？没关系，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比赛，会有机会的。我们再接再厉，再努力。爱情的魔力竟会失败。没关系，可能他们不懂你所谓的爱情，我懂就好。我的设计到底哪里不好啊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从失败中学习，对吗？做肠粉卖完了，可是你看我找到什么？一样也是白白的，而且都是用米做的。我为你。那啊。不要这样，你已经14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啊！啊，乖。我的作品那么好，怎么可能连一个奖都没拿到？乖啦，你往好的方面想。你看，你已经尽100分的努力了，对吗？也很享受整个过程，那就够了。不要去想有没有赢比赛，不重要的。谁说的啊？得奖很重要 ，OK？ 要不然我怎么赶快把你娶过门啊？不如这样，我们先结婚。不行，我的原则是得奖了才可以结婚。世界万物都在变，原则
也是可以改变的呢，对吗？万物都在变，可是有些东西是永恒的，就像我的原则。宝贝，得了奖才结婚，这个信念永不磨灭。Understand？ I understand， 所以我才要你去想想设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也只有这样你才可以进步。那下次的比赛你就有机会赢了，对吗？郑维 ，Terry Go， 这些人谁啊？都没听过，这样可以当评审。Prof 来，难怪啦！见鬼！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参加比赛都失败，就是因为他。Prof 来简德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啊？他是室内设计国际协会的成员之一。我查过了，几乎我参加过的每一个比赛，他都担任过评审。而且这么巧，他也是我在 Australia 念设计的教授之一。熟，不是我的设计不好，而是每一次的评审团里都有他，所以我每一次比赛都失败。怎么可能？对啊，你的教授为什么要针对你啊？因为他要报复。Prof Lai， 你为什么 fail 我的 project？ 你是？我叫万德福啊。我的 project 那么出色，你竟然不记得我？Sorry， 让我找一找啊。哦，万德福，你的 project 主题虽然很新颖，你的设计图呈现出来的感觉很有违和感，提出来的理论呢完全没有依据，结论呢全都是你自己个人的想法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让你及格。我看是你不够层次，不懂我要表达的东西吧。冷静一下，回去好好的思考你自己的 project 问题出在哪里。见鬼，你才应该思考Prof Lai. Hi. Prof, I've submitted my resume and my project to Latin Interior. Do you think I'll be able to secure the internship? Don't worry about it. I have already notified my friends. You should be getting your offer soon. Thanks, Prof. Oh, by the way, my parents are having a party at the villa this weekend. Wanna come? Sure. 一开始我还以为我的 project 真的很烂，原来错就错在我穷。那个 Ruben 靠家里有钱，所以那个 Prof Lai 对他特别好啊，还给了他全级最高分，还拉关系帮他拿到 internship。我们一定要揭发这个 Prof Lai 的真面目。你确定会不会是误会了？绝对不可能是误会，我很肯定他是个见高拜见低踩的人。那后来怎么样？后来我把照片传遍了全校啊，传着就传到了校方那边，那个 Prof Lai 就被调查了一阵子，结果证据不足，不了了之。切，这样都没有什么，只能说小小的石头激起了小小的浪花喽。至少我这颗小小的石头砸到了他的头，让他头疼了一阵子，所以他怀恨在心，故意针对我啊。所以不论我参加什么比赛，他都故意不选我。会不会是你想太多了？你看，如果校方都找不到证据的话，这就证明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了。宝贝，我的2只眼睛就是证据，当年肯定是校方在包庇他。你们觉得我在冤枉他？好，那我去找证据给你们看。狗改不了吃屎，我敢肯定，他到现在还是这样的人。Bro， 你要怎么证明？这还不简单？找到了。哇，看起来你的教授混得不错哦。就说啦，狗改不了吃屎。没想到他回到新加坡还是这样，他根本就是没有料，肯定是靠关系才会当评审。我绝对不能让这样的毒瘤继续留在设计界。妈，你在干嘛？我要拿一些面包去街上卖。啊，
外面这么热，为什么要出去晒太阳？店里的生意不好啊，有时候一天都没有几个顾客上门。哎，不知道是不是我做的面包不好吃，所以没有人来买。妈，你做的面包一级棒，可能是因为没有打广告吧？打广告？现在social media 有很多分享美食的网红，我们可以叫一个 influencer 来面包店 promote 一下吗？不要不要，面包店已经在亏钱了，我不想再花额外的钱。唉，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让面包店的生意好转呢？妈，干嘛这么 stress？relax 啊 ，relax。早知道开店这么烧钱，我就不开了。对人家打工都不用这么烦恼。妈，你的面包店才刚刚开不久，你不要这么快就泄气嘛。我去找钱请几个 influencer 过来，你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好了。哎，不要不要，我已经拿你妈咪很多钱了，我不可以再拿你的钱。你的烦恼就是我的烦恼，而且我们好不容易才相认，为你做再多我都不嫌多。总之交给我，你不要担心 ，OK？ 笑一个嘛，笑一个嘞，笑一个啦。不要担心了妈，没事的。知道你乖了。No。哇，你们两个真的是很不够 brother 嘞，这一点钱都不可以。我现在在存钱结婚买房子，哪有钱借你啊？我妈在筹备公益计划的资金，我有钱也是给她，我干嘛要给你啊？哇，你们真的很不讲义气嘞！见鬼了！你妈面包店做不下去，关我们什么事啊 ？No， 而且你不会自己赚钱啊，干嘛要跟我们借？我也想要快点 close deal， 快点拿 commission 去补贴我妈的面包店啊！可是我现在这个 condo 真的很难卖嘛。什么 condo？ 我现在有一个Newton的 condo， 如果卖出去的话，有2万块的 commission 呢。不过屋主开价太高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卖。任品，你那里没有顾客要买，我们可以 co-broke。我当然是不介意 co-broke 啦，不过你没有问过屋主为什么要抬高价钱？其实屋主是我朋友的哥哥，他在银行做投资经理。听说啊，他在外面欠了一屁股的债，所以要高价卖房。对不起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过一段时间我就有钱了。可以，可以，我保证到时一定连本带利喜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。Hello， 请问你是 Jimmy Lee 吗？我是，请问你是？不好意思啊，冒昧来找你，我是一名房屋经纪，听说你最近急着卖房套现金。你是有兴趣买呢，还是有办法帮我卖呢？我手头上的确有几个买家对你的房子有兴趣，不过就算我们现在把房子卖掉，需要一点时间处理相关的手续，等钱进到你户口，至少也需要3个月的时间。你可以等那么久吗？其实我刚好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赚到一大笔钱，而且是现金。只要什么？只要你帮我的客户开一个银行户口。你这个客户？他是一个外国人，想要来这里投资房地产，不过没有办法证明他财产的来源。你在这一行那么久了，这点小事应该难不倒你吧？要是被发现，我可是要坐牢的。算了，我帮不了你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哎 ，Prof Lai， 哎 ，Prof Lai， 真的是你哦？请问你是？哦，我叫万德福。你之前在 Australia 的 Westminster 大学教过设计课，对不对？没错啊，我的确在那里教了6、7年了。你是我当时的导师啊？你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吗？真的不好意思。没关系啦，学生认老师比较容易嘛。是。Prof Lai， 没想到这么多年哦，可以再见到你。我当时超崇拜你的。是吗？你现在还在做设计吗？对啊，我现在是 interior designer。你在这里教书啊？是的。Prof Lai， 我给你我的名片哈。
到时候有人要做 ID， 随时可以找我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这是我的，谢谢啊。啊，谢谢你。Prof Lai， 耶，一定要保持联络哈。好，好的。 Prof Lai， 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，改次再聊。你好 Prof Lai， 我的作品在香港室内设计展获奖了，恭喜你啦！你的作品很有潜力，我早就看好他会得奖的。那也多亏有你的帮助啊！为了谢谢你，我从香港买了你最喜欢喝的养生茶。啊，别那么破费嘛。不会啦，小小心意而已。我的毕业作品还有这家伙肯定也是有钱人，那个人才会对他那么好。哼，什么养生茶，根本就是贿赂嘛。这边吗？哦，哇，哼，跟有钱学生就谈笑风生，还请到家里去。像我这种没钱的就没印象，见鬼！嗨，你是 Prof Lai 的学生对吗？你是？他送你什么啊？哎，哇，高级蜂蜜啊！他是不是想巴结你啊？巴结我？要不然他为什么送你这么贵的蜂蜜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家里一定是很有钱，对吗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！你们根本是狼狈为奸啊！赖建德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把柄，揭穿你的真面目。妈咪，你就再拿多一笔钱出来嘛。当初那笔钱用完了？还没有啦，不过现在生意不好，所以妈很担心。妈咪，你知道哦，妈因为生意不好哦，整天愁眉苦脸的嘞，心情不好，做出来的面包哪里会好吃？面包不好吃，顾客就会越来越少吗？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来的，所以哦，我们一定要帮他，就一定要从问题的根源下手，那就是哦，给他多一笔钱，让他可以安心下来。哦，真的是受不了你啊！你这样子帮他哦，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了。怎么可能会没有帮助？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支持吗？妈咪 ，please 啊，妈咪 ，please。等账户里的钱没有了，我才拿出来。妈咪，你是不是吃醋啊？你以前都不是这样子的哎。我不是吃醋，我只是不想你妈形成依赖，你明白吗？明明就是吃醋还不承认。我知道你是同情你妈，想要补偿她啊，可是哦，你没有考虑过你妈咪的心情啊。面包店才开没有多久，就一直要她放钱进去，啊，你真的当她是提款机哦？各位，我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你知道啊，我妈担心生意不好，差点拿面包哦去街上卖了哎。哦，是哦，啊，你这个大番薯啦，她只是在演戏给你看啦。什么意思啊？她只是在争吵，想要得到你的关注，啊，就好像古代的妃子一样，想要得到皇帝的宠爱，你懂不懂啊？唉，你妈咪把你养得这么大，她一出现就想把你抢走，啊，做人真的不可以忘恩负义啦。我租过那么多间屋子啊，从来没有遇过像这个屋主那么麻烦的，一下子要工作证明，一下子要收入证明。你可以叫他不要整天来烦我吗？这不是我第一次帮这个屋主租房子，他之前都不是这样子对租客的。你的意思是说我有问题啦？我告诉你，如果屋主逼我搬走，我又临时找不到地方，你给我钱住酒店。啊！可是我尽快帮我搞定！你收了我的佣金，就要帮我好好做事。对不起啊，我这个朋友就是这样有话直说，所以常常不小心得罪人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啊。妹啊，你朋友到底做了什么，让房东这么不放心？有邻居 complain， 有人一直上他的家。为什么一直有人上门呢？秀梅她以前是做理发师的，那偶尔有老顾客上门找她做头发，那也不行吗？
你朋友的话靠不靠得住？你是觉得我的朋友靠不住，还是觉得我说的话靠不住啊？我没有怀疑你，你明明就是这样的想法，就是你们这种人对我们有偏见，害我们出来了都很难正常的过生活。哎，你为什么突然要吵架啊？宝贝，你还是叫那个人退租吧。你的房东一直来烦你。不用啦，我相信妈的朋友不是坏人。妈咪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件事会处理的 ，OK？ 那个秀梅一定有问题，不然邻居怎么会投诉她呢？可是宝贝就是不相信，还是想要继续帮她，你说怎么办呢？找出证据哦，证明给他看哦。找证据，你有办法？我有办法。对，拜拜。老板，谢谢你哦，今天还满意吗？下次记得介绍你的朋友来啊！老板，既然来了就进去嘛。我们的小姐身材很好的，服务也是一级棒的。我只是不小心经过而已啦哦。哎呀，每一个第一次来都是这样讲的，不要害羞。我有新开张的优惠哦。优惠哦，不是，我真的不可以了，我真的不可以，不要了，我一定守成如意，很多年了啦，不要。如果一不小心关上整座城市的灯光，是否有个地方照亮心房？这里有善意目光和温暖的肩膀，还有相互支撑的力量。如果不经意间暂时写下了心房，是否有些话你一直想讲？哦，也许他不太擅长表达快乐悲伤，感动却从